饭后100步走，活到99，只要娃不多，还是挺轻松。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宿醉的老爹醒后，竟然忘记昨晚将车放在了何处，所以一家人不得不走上大街四处找车。小仙一路骂骂咧咧，非常不爽。可正当新小妹想要开解他时，却突然看见一大群人呆呆地看着天上，可天上空空如也，毫无玄机。原来放在广场中间的猪大肠雕塑离奇失踪了。警方很快赶到现场，可看样子也是脑袋空空，毫无头绪。如此重大失窃案，肯定是暴动分子干的，所以即刻有人提议以暴制暴，可随即便遭到了反对。一瞬间，支持暴动和反暴动的人一分为二，迅速形成了2大帮派势力。哪里有暴动分子，哪里就会相应的出现一个反暴动分子。由于2派势力相互压制，所以几乎没有给城市造成什么损失。但为了尽快结束这种场面，市政厅再三商议后，决定重塑猪大肠雕像。雕像迅速完成，并很快迎来了首展日。拉开白色帘幕，新的猪大肠屹立于众。可随即就有人表示，这不是猪大肠，这是甜甜圈。丽莎站出来主持大局，她表示任何东西都有个适应的过程，现在看像甜甜圈，说不定过段时间看就像猪大肠了。顿时民众议论纷纷，好在新雕塑越看越顺眼，所以最后大家还是接受了它。突然一个物理学人士站了出来，傻子，你们竖起了一个大型凹槽反射面，它会把太阳光聚焦成致命射线。城市眨眼间变成一片废墟，于是市政即刻采取了措施，不惜一切代价将猪大肠罩了起来，并呼吁市民们齐心合力重建家园。可6个月后，口号仍还在嘴上，家园仍一片惨象。这时老妈提议拉赞助商，于是他们来到了居住在山顶白宫里的亿万富翁秃顶家。他们即刻表明来意，可秃顶磨磨蹭蹭，老是绕开话题。老妈看出了他的心思，你能做一个小项目也是好的，重修鸭子塘或者重建春田碗什么的。殊不知秃顶与春田碗这个地方大有渊源，于是重建项目就此敲定。可在出资前，秃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希望在建好春田碗后举办各种演出。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各大电视台相继报道，秃顶也因此走进了公众视野，并利用媒体大肆宣传自己将在春田镇上举办的演出，同时呼吁各界人士勇于示警。这天，示警的现场来了一位美声歌唱家，年龄是大了点，模样是差了些，好在还属于实力派范畴内。你唱得很好，可长得过时了，所以我给你 no。 选了一堆人，秃顶非常懊恼，怎么就找不回当年的感觉呢？回想当年还是小孩子的他，在妈妈的陪同下参加演出，他曾发誓一定不会让妈妈失望，可最后却变成了全场的笑话。从此嘲笑的阴影狠狠地扎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所以现在他要一雪前耻，重造一次当年的演出。可要想还原当时的场景，就必须得有小孩子，所以秃顶走进了学校，打算在学校里亲自物色演出人员。功夫不负有心人，黑脸白脸很快选齐，奈何名单卡在了最后一步。这时丽莎走了过来，想要助他一臂之力，女人干不动这种体力活的。来做我的副导演吧。为了知道秃顶这样大费周章的真正意图，丽莎一口答应了，并且她还表示，如果演出缺人手的话，她还会吹萨克斯。秃顶当即回绝了她。随即，演出终极筛选正式拉开序幕。秃顶似乎对杂技耍面条不太满意，当即叫停。你准备了什么？袋子里的兔子，这个魔术还有点意思。不，这只是我的午饭。秃顶即刻发飙，这种白痴表演，我再也不想经历第2次了。恰巧丽莎这时走了进来，一针见血的指出，秃顶就是有事瞒着他们。面对丽莎质疑，一瞬间那些陈年往事涌入脑海，童年阴影不住地敲打着当年那颗受尽嘲讽的心。秃顶更加笃定，这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完美的演出。那这个呢？而由于城市系统的瘫痪，老爹进来可谓是无所事事，人也是神神叨叨的。老妈对此表示非常担心，你在工作时是不是也是这个状态？你可是安检员了。没错啊，但又不止我一个人。但仔细一想，好像还真只有他一个安检员。老爹顿时感觉脑壳有点大，胸口有点慌，即刻打算连夜逃亡。老妈赶紧上前安抚，浪子回头金不换，况且你比他们高。老爹顿时大彻大悟，原来长相决定待遇，身高决定的是能力啊。另一边，秃顶的演出准备仍在火热进行中，而秃顶提出的表演项目引得丽莎哈哈大笑，笑声里满是童年的阴影。秃顶不禁打了几个寒颤，于是他即刻决定终止演出行动，训练立即停止，设备即刻拆除。一瞬间，所有事先为演出而准备的东西统统被撤走。丽莎不明白为何来得如此突然，于是她带着疑惑来到了秃顶家。你走吧，老爷正在忙。面对丽莎的来访，秃顶似乎下定了决心，再也不提演出的事情，即刻撤离了现场。可眼角边的泪痕无疑说明了他就是
是在逃避。为了了却丽莎的疑惑，管家带丽莎来到了放映室。一切故事的源头还得从这里说起。原来当年那场直播表演，秃顶的裤子意外当众掉了下来，顿时引得观众爆笑连连。而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秃顶便有了童年阴影。这时秃顶走了进来，他告诉丽莎，当时几乎半个美国都在嘲笑他的屁股。丽莎也终于明白过来，看来秃顶不过是想以一场完美的演出来弥补当时的遗憾。丽莎表示，秃顶不该半途而废，你甘心向那些嘲笑你的人认输吗？管家找我的演出商来。与此同时，核电站这边依旧嗨得不行。可就在狂欢快要到达高潮时，老爹站到人群中间，谁想回去工作，顿时欢腾的人们安静了下来。随即，老爹开始了一场即兴复工演讲。没想到粗糙的演讲效果却异常的好，那就先从撤除爆米花开始吧。另一边，秃顶精心策划的演出也正式拉开了序幕。这一次，面对众人的笑声，秃顶似乎坦然了许多。接着，表演开始，合唱、双簧、合奏，以及让人赞不绝口的魔术，种类之多，掌声不断。演出几经高潮，突然远处传来一阵烟火，这不在表演范畴内呀！原来烟火的出处来自于老爹的核电站。看来老爹的复工之路并不如意。应景的烟火似乎是演出最好的闭幕，可秃顶却表示一切还没结束。接下来，秃顶决定挑战自我，正面回击童年阴影，气势准备，道具归位，可内心不免还是有点慌张。表演正式开始，聚光灯即刻到位。万万没想到，这只是一个轮回。秃顶即刻甩锅丽莎，可就在两人准备争论时，他们却发现观众席里空无一人。秃顶顿时大彻大悟，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其实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曲终人散了。秃顶顿觉自己脑海中的嘲笑声不见了。这场治愈的表演在萨克斯中圆满完成，可亿万富翁光屁股还是上了头条。为什么辛普森家干啥都不成？可能是因为那个诅咒吧。很久很久以前，辛普森一家曾拒绝了2位想要寄宿的旅人，可万万没想到，门外的是耶稣的母神和父神，于是他们便诅咒了辛普森一族。从此，辛普森家族代代都是无用之人。秃顶为了从童年阴影中走出来，大费周章想要重来一次当年的演出，可世事弄人，结局不过是一场轮回。而虽是相同的结局，秃顶的心境却变了。空空如也的观众席，无疑是在告诉秃顶，你自以为过不去的那些坎，其实只有你一个人记得而已。抓住过去不放的人，会永远困在过去。那些不堪的回忆，大都是自己一遍遍回放的录影，可这无非是自己不住的在提醒自己，当时的不堪和窘境。痛苦一旦变成日用品，生活便会成为用刑地。可遗忘和铭记都取决于自己，放不下的人将困于无尽的黑暗里。今天是伯恩斯的心理咨询日，心理医生劝他控制好愤怒的情绪，没想到伯恩斯一听就发火，无奈医生只好让他趁早放弃治疗，毕竟已经治了大半辈子了，除非伯恩斯能找到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但他从来都不相信这些，医生只好将他赶出治疗室。但伯恩斯还没走远，就听见治疗室有人倒地，一进去他就发现医生已经咽了气，他立刻掏出人生目标，在活得比朋友长那一条打了个勾。医生的葬礼上，辛妈难以置信，一位好医生就这么遗憾的离世了。他曾经帮辛普森一家做过沟通，可怜的小辛唯一一次开口说话，却被全家人给无视了，从此成了自闭的小姑娘。虽然治疗没什么用，但辛妈还是记住了这位好医生。而作为医生多年的老客户，伯恩斯更是决定承担这次葬礼的费用。说着，他让秘书掀开了以他著名的墓碑，因为过于厚颜无耻，于是他遭到了众人的唾弃。无奈，秘书只好带着他驾车逃走。伯恩斯心有余悸，差点在葬礼上被下葬了。另一边，教授正在体验虚拟世界的诺贝尔颁奖典礼现场，就在他登上台领奖的关键时刻，却因为戴着虚拟眼镜在大街上行走，被秘书的车撞倒在地。伯恩斯难以理解，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怎么会躲不掉迎面驶来的车？得亏秘书眼疾手快地拉了他一把，不然下一个躺在地上的就是伯恩斯本人了。在救护车来了之后，教授还在宣传威尔眼镜，这不要命的案例引起了伯恩斯的注意。他戴上眼镜，看到那恍若现实的世界，诺贝尔晚宴的完美复刻，让伯恩斯倍感兴奋。他果断地抢了仪器，用钱收买了护士之后就离开了。回到家后，伯恩斯切身体验了一把毁灭地球的快乐。可惜这个虚拟现实是新出来不久的科技，而里面除了黄片就是黄片哦，还有硬广。好不容易看见一篇龙与魔法的，点进去一看，居然还是龙族的黄片。行啊，福瑞控是吧？不过这些东西都无法引起老板的注意，于是秘书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用虚拟仪器，然后招募家庭演员，为老板构建一个虚拟的家庭来面试
识的人还不少，不过要么就是人口太多，要么就是妻子的角色太过冷漠，得知没法入选演员的眼镜仔泣不成声，因为他将远离自己的快乐芭比。然而谁也没想到，被选中的却是被推上来凑数的辛普森一家。伯恩斯非常满意，他找了个借口把辛巴踢出了扮演队伍，让辛妈他们穿上特效抓捕绿装。在伯恩斯的眼中，他们就是合格的虚拟家人。不过他觉得孩子不够像自己，于是秘书给孩子们换了几个脑袋，而伯恩斯就像难缠的甲方一样，绕了一圈之后又选择了第一版。虽然家里多了个收入来源，但是辛巴却万分踌躇，因为拍摄电影，辛妈和孩子们居然到了晚上11点才回来。显然伯恩斯则彻底陷入了虚拟家庭的快乐中。他体验了一家人给他过生日的美好之后，决定让辛妈和孩子们签一个10年的合同。辛妈无奈，只好打电话给丈夫说他们回不去了。辛巴大受打击，没有辛妈他可怎么活？辛妈劝他去老谋子的酒馆借酒消愁，但是他去老谋子的酒馆就是为了躲避家里的杂事儿。辛妈不在了，自己干嘛还要去酒馆呢？于是辛妈让他赶紧去阁楼打扫卫生，结果辛巴头也不回的去了酒馆。老谋子本想告诉他独自一人在家的感受很痛苦，但辛巴只听到了单独在家的好处，既能省钱开车，还能便宜的喝酒。于是老谋子客户减一，辛巴便决定回家享受这份好处。他开始给自己做饭，在吊床上喝酒，用除草机清理垃圾碎屑，看自己最喜爱的电影，甚至会用洗碗机给自己洗衣服。以前辛妈不让做的事情，他全给做了。这天晚上，辛巴赤身裸体的在屋顶观星，突然屋顶对面的女人和他搭话，辛巴立刻捂住了隐私部位想逃走，但是女人却表示辛巴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所以让他不要想得太多。不过俩人都讨厌内德这一点倒是让他们有话题聊了，再加上他给了辛巴一瓶啤酒和薯片，于是辛巴当场放弃遮挡，打算和他成为拜把子的好兄弟。一来二去，两人发现他们很聊得来。茱莉亚告诉辛巴她男朋友向她求婚了，辛巴对她表示了恭喜，也得知了茱莉亚的对象是一位飞行员，便约茱莉亚的对象下次开飞机之前一起喝酒。而当辛巴说起辛妈的时候，正在演戏的辛妈的第6感突然拉响。这时伯恩斯突然开始刁难辛小妹，辛小妹本就不太喜欢他，这下更加不可能配合伯恩斯的演出了。没过多久，辛巴和茱莉亚在餐厅吃饭，被路过的卡尔和伦尼看见了，俩人纷纷起哄，但辛巴和茱莉亚都把对方当成朋友，所以并没有往心里去。这时厨师端上了一碗开放沙拉，卡尔和伦尼大吃一惊，你们还说不是有一腿，饭都吃到同一个碗里去了。这时茱莉亚主动邀请俩人一同吃饭，却吓得俩基友夺路而逃。辛巴和茱莉亚很聊得来，因为茱莉亚口味和他几乎相似，而且他也爱吃垃圾食品，就像个男人一样。这时辛巴发现他酒友正在后面偷看，辛巴赶紧解释他和茱莉亚只是朋友。厨师长表示自己有试探的手段，于是他端出一盘意大利面，当看见辛巴不依不饶的和茱莉亚抢面条时，厨师长愤怒了，他肯定辛巴和茱莉亚绝对不是什么爱情。另一边，辛妈和小新的配音环节也遭到了伯恩斯导演的不满，他暴力的对着物品发泄自己的不满，这下就连小新都看不下去了。见老板生气了离开之后，秘书给他看了一眼制作的未来家庭剧情，在未来的家庭中，大女儿结婚生子，决定成为慈善大师，而小女儿未婚先孕和辛妈吵架，至于唯一的儿子却成了哈佛的大学生。这下可把伯恩斯气坏了，他觉得这样的人生不如不要，一家子除了小新和义之外都是什么大善人。于是他半夜将辛妈几人赶出了家门，临走前还不忘损坏小新喜欢的浴袍。见小新他们走得干脆，伯恩斯还在那里放狠话，他们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看见自己的电影上映了。此时的辛巴也刚和茱莉亚打完电话，回家的辛妈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儿，质问他电话那头是谁。辛巴说是茱莉亚，他的好兄弟。辛小妹震惊，你居然找了个女兄弟。于是辛妈将孩子们轰出房间，见辛巴还在狡辩，辛妈气得直接掀了桌子，质问辛巴，如果茱莉亚是他的死党，那自己和辛巴结婚有什么意义？辛巴立刻改口说辛妈才是死党，自己只会在吵架的时候给茱莉亚打电话。见辛妈越来越生气，辛巴赶紧保证这辈子都不会说到茱莉亚了。话音刚落，茱莉亚推门而入，辛妈更加生气了，但没想到茱莉亚上来就是一句你老公很棒。辛妈愤怒道，她警告茱莉亚，她有一辆很棒的自行车，但是
他不喜欢别人碰自己的自行车。茱莉亚秒懂，她对辛巴的自行车并不感兴趣。她这次来是为了让辛巴知道，辛巴的自行车很爱她，并且愿意为她付出一切。辛巴点点头，说自己对辛巴的感情就像自行车那样爱她。茱莉亚没见过这么难带的队友，她拍了拍辛巴的肩膀，说辛巴就是那辆自行车。看到这里，辛巴意识到辛巴并没有和茱莉亚搅和在一起，他立刻道了歉，但是仍然很生气辛巴瞒着自己这件事。辛巴也明白了自己确实做错了事情，辛妈只需要一个理解他的人，哪怕只是听听他诉苦都行。于是两夫妻和好如初。门外的茱莉亚牵着未婚夫的手，坦白自己看见了辛巴的裸体，但是未婚夫并没有责怪茱莉亚，他表示自己也看到过，当时他还在3000米高空执行任务。另一边，伯恩斯带上仪器，准备体验最后的家庭人生。在死亡之后，他来到了地狱，受到了恶魔的欢迎。这时秘书突然发现伯恩斯的仪器并没有连接上插头。茱莉亚和辛巴确实只有好朋友的关系，有时候互相欣赏并不代表就是爱情，但是一定要把握好距离，毕竟这年头男男女女之间都不一定有纯友谊，更别说男女之间了。要记住，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咱们分得清伦理道德礼义廉耻。异性朋友并不少见，但是当你名花有主的时候，务必请控制自己和异性朋友之间的关系，多给你的对象一些安全感。今天是春田镇原子队和波士顿红袜队的比赛，辛巴和他的酒友都是春田镇原子队老粉了，他们一致认为波士顿的红袜队是靠作弊赢得比赛的垃圾。没想到此时的酒馆内居然还有红袜队的粉丝，他们大肆嘲笑了辛巴喜欢的原子队，并疯狂炫耀自己队伍的战绩。很快比赛来到尾声，原子队眼看胜券在握，没想到半路红袜子队的吉祥物居然横插一脚，裁判员立刻就判定波士顿一方获胜。得嘞，红袜子队作弊的手段找到了。辛巴众人都被这无耻行径给恶心到了。回到家的辛巴对着辛妈倒苦水，对方怎么能用这么无耻的手段获胜之后还舔着脸洋洋得意的炫耀呢？这时辛巴进入餐厅，他突然发现小新头上居然戴着波士顿队的帽子，辛巴几乎昏厥过去，他咬牙切齿的要摘掉小新的帽子，但却遭遇了一通帽子戏法，被小新轻松赶出了家门。之后辛巴特意抽了一下午没去喝酒，而是来到小新的学校接他，并带着小新在春田镇逛了一圈，试图教育小新爱自己镇子的球队。然而小新非常的叛逆，不但不同意摘下红袜子队粉丝帽子，还在辛巴的车上贴了波士顿的标签。辛巴摘不下标签，最终气得连车都不要了。回家后，辛巴和妻子说尽了波士顿的坏话，还没等两人亲热起来，在辛巴眼里，辛妈就变成了波士顿队的队长，这让辛巴惊恐万状。第二天一早，他就买下了波士顿的机票。辛妈有些惊喜，这是要去波士顿度假吗？但辛巴却说不，这是恨假。了解一个城市有多差劲儿，就得到那边去看看。然而小新却说自己绝对会很喜欢这个城市，于是一家人赶往了波士顿。结果刚进城市就被人扔了汽水。辛巴想象中的波士顿非常的差劲儿，然而现实的波士顿却热闹非凡。小新对这里很满意，并且嚷嚷着要去城市的南部看街头混混，这让辛巴非常气愤。他站到广场中心，对着波士顿市民就是一顿输出。说到激动之时，辛巴不小心撞到了一旁的摇头玩偶车，于是下一个瞬间玩偶车倒下，将辛巴彻底淹没。然而运气比较好的是，这里到处都是医生，他们给辛巴做了救助，并告诉辛妈波士顿享有完美的社会医疗保障，甭管辛巴怎么糟蹋自己，医疗社保都会帮他出钱。这对辛妈来说简直是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于是趁着医生给辛巴检查的时候，辛妈决定带着辛小妹好好逛逛波士顿。然后她惊喜地发现这里有免费的防晒霜，而且所有家长都会给孩子打疫苗。辛妈简直太满意这里了。同时辛小妹也发现了书呆子的聚集地，这里任何款式的书呆子她都能找得着，而且学习氛围异常的浓厚，辛小妹简直美得直蹦跶。这时另一边，小新带着辛巴来到了一家波士顿的保龄球馆，这里的保龄球居然是柱状的。辛巴一开始还嫌弃保龄球花里胡哨，但当小新递给他球扔出去的时候，辛巴开始体验到快乐。2球下去之后，仅剩的一根柱子竖立在那里，辛巴准备刷新机器，却被工作人员提示柱保龄球有3次触球机会。而当辛巴顺利的击垮了最后一根柱子时，他心中所有对波士顿的厌恶都被这第3颗保龄球彻底粉碎，他享受着这种快乐的感觉。这下辛巴和小新就是一对名正言顺的波士顿父子了。等回到宾馆之后，辛妈回想今天的一切，她暗示辛巴，虽然她此前从未想过在有医保充斥着学习氛围的地方教育孩子，但这里确实非常的适合。辛巴听后也很心动，当然不是为了孩子心动，而是因为这里有3颗保龄球。于是辛巴同意搬家
家来到波士顿，他们顺利入住了新房。这时候的一家人看啥都很顺眼。小新将黑帮电影拿给新小妹看，原来他向往波士顿的原因就是觉得这里混乱不堪，可以让他成为电影那样的黑帮人士。而辛爸也找了一份糖果监测员的工作，他完成了自己曾经的梦想，看着糖果生产、加工、包装，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免费的糖果送到嘴里。不过显然辛爸也不是省油的灯，即使是在梦幻的糖果工厂，他也能失误将人弄成重伤。想来这也是一种天赋。很快新小妹和小新将迎来新的小学，但小新觉得没必要上学，有这时间不如直接去黑帮当马仔呢。但新小妹告诉他学校是战区学校，这让小新非常的激动。结果去了学校之后，小新的幻想被打破了。新小妹倒是非常的满意。小新在课堂上用弹珠对老师进行了攻击，故意被送进了留校教室，本以为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未来劫匪队友，没想到进门之后全是大声乐家，这里调皮的孩子居然是靠唱歌发泄自己的不满。小新无语了，这也能叫坏孩子？而回家的路上，新小妹告诉哥哥，这里个个都是尖端人才，说话又好听，她超喜欢这里的。小新再也听不下去了，他夺路而逃。没有想象中的混混的日子，只有文化、大学和剧院。小新慌不择路的撞到了城市的英雄雕像保罗，没想到那雕像变成了新小妹的脸，告诉小新他的计划落空了。现在这个城市属于他。晚上一家人在餐桌前吃饭，小新甚至搬出了爷爷为借口，想回到春田镇。当新妈问他怎么了的时候，他才坦白自己觉得这不像电影展示的那样，而新妈劝他学会习惯，毕竟生活不是永远如意的，总要为了家人容忍。小新叹了口气，来到了天台。这时新小妹也追了出来，她告诉小新自己能理解小新无法融入团体的感受，这么多年来他就是这么在春田镇过的，只不过现在该换小新来忍了。失望的小新带着滑板出去溜达，没想到居然遇见了3个青年在巷子里搬东西。小新凑过去后，这才发现3个人喝着健康的运动饮料，费力的在深夜搬运替别人做慈善的货物。小新彻底对这个城市失望了，他决定想办法回到春田镇。于是没过多久，小新趁着一家人闲逛，将辛巴引到了红袜子队的巡游现场。看着辛巴一脸咬牙切齿的表情，小新知道自己的计划成功了。他赶紧掏出帽子邀请辛巴戴上，并主动叫红袜子队的队长下来合影。辛巴内心挣扎不已，这戴帽子的手迟迟下不去。新小妹大骂小新无耻，竟然利用这队伍来破防辛巴。在万众瞩目之下，辛巴终于受不了内心的拷问，他一把撕掉了帽子，并大声斥责红袜子队作弊。他不屑与作弊的队伍虚与委蛇。在骂痛快之后，辛巴连夜带着一家人回到了春田镇。辛巴很生气，居然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但辛巴却明白了，改变从来不是因为环境，而是在他们自己身上，并且波士顿交通环境确实不太好，还有心照不宣的种族歧视。但搬回来之后，小新却脱粉了波士顿，转而喜欢上了春田镇队。只有可怜的新小妹还向往着充满学术氛围的教室。其实辛巴还是很喜欢波士顿的，毕竟那里让他住着很舒服。但是就算波士顿再好，辛巴一样厌恶红袜子队的无耻。而为了这份讨厌，辛巴宁愿放弃唾手可得的美好生活，没有别的想法，因为这是他的底线和原则，不与烂人同流合污。今天是9月的第1个周六，也是春田镇青少年橄榄球比赛的开幕式。在这激动人心的日子，所有人都涌向了同一个地方——童子军运动场。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春田队登场了。然而孩子们没跑几步，就被扑面而来的迷烟给淹没了。他们看不清路，就在里面乱走乱撞。妈妈们听到撞击声后吓坏了，抱着自家孩子就冲进了医院。不等医生开口，他们就冲向了核磁共振仪器。结果人人都想优先，反倒让孩子们伤得更重了。无奈之下，春田镇只得暂停了青少年橄榄球项目。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不打橄榄球，孩子们该何去何从？针对这个问题，镇上召开了镇民大会。习医生提议改打棒球，可海伦不同意，因为棒球手都吃类固醇，要是不吃的话，就不会有全垒打。这场交锋点燃了整个会场的气氛，所有人都开始自说自话，却没有人闭嘴聆听别人的意见。个别声音大的人的话倒是能被听见，可他们那些提议没一个是靠谱的。可怜眼镜爸一直在人群中游荡，却连发表自己的意见都不能够。唯一注意到他的人是辛妈，他看这可怜男人的发声得不到重视，而且他妻子也将他视为垃圾，于是就劝说辛爸帮帮他，让大家能够好好听听他的想法。无缘无故替人出头的事，辛爸可不愿做。可架不住他是个宠妻狂魔，迫于老婆的压力，他把眼镜爸拽了上去，然后发挥祖传大嗓门，叫停了喋喋不休的争吵。注意，令人窒息的家长们，你们来这儿就只是为听自己讲话吗？
吗？等大家停下来了，辛巴才又对眼镜爸说：“开始吧，哥们儿。”这声哥们儿让眼镜爸如沐春风，也给了他在众人面前讲话的勇气。我知道有一项激动人心的运动——长曲棍球，这是一项完美结合足球和曲棍球的运动。为了更直观地向人们展示长曲棍球，他和眼镜仔演示了一下这项运动的玩法，接着又让人们随意向眼镜仔扔东西。这通操作下来，大家都体会到了其中的乐趣。但习医生提出了异议，原因是打长曲棍球得脑震荡的概率高居第2，仅次于橄榄球。那还说什么？比橄榄球安全不就得了？于是这项运动就这样顺理成章的通过了。人们还让眼镜爸来当孩子们的教练，他自然是求之不得。不过他也有个条件，那就是辛巴必须一起。本来帮眼镜爸就是情非得已，现在又整这么一出，还被叫哥们儿，简直犹如五雷轰顶，让辛巴难受到了极点。然而面对妻子和大家那期盼的目光，他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只得答应了下来。因为是不情不愿，所以辛巴一直很消极，就算是自家孩子上场打比赛，他也懒得看。直到孙妹俩跑过去大声说：“爸，我们赢了！”不过即使如此，辛巴依旧毫无喜悦。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孩子们在自我安慰。对，我们都是赢家，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可他没想到的是，这群孩子真的赢了，而且还是以压倒性的胜利。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可以真心的说一句打得好，还可以尽情嘲讽对手的失败。比赛结束后就是庆功宴的环节了。这次的胜利也让辛巴对眼镜爸的印象有所改观，毕竟他这俩孩子从前可从没这样取胜过。他想知道眼镜爸为何如此了解长曲棍球。眼镜爸说那是他大学的时候，当时他是长曲棍球校队的明星攻手，甚至有望进密尔沃基变焦队打职业赛。然而在他拿了得胜球后，与观众击掌时一不留神记在了学校吉祥物上，当时他的手腕就断裂了，进入变焦队的梦想也由此化成了泡影。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手腕早已复原，但当时的阴影还一直笼罩在他的心头。我从没与我的儿子击掌过，不过也因此他特别感谢辛巴，若不是辛巴的帮助，他也不可能有机会重新站在球场上，所以他特别珍视这段友谊。因为周末有锦标赛，周六早上6点，兄妹俩就准时来叫老爸起床。这俩也是有本事，辛巴睡那么死都被拖了起来。在辛巴极度不情愿之下，他们的旅程开始了。除了有大清早被叫醒的烦躁，更让辛巴难受的是眼镜爸无时无刻不在强调兄弟情，又是循环播放《哥们儿》这首歌，又是向辛巴献殷勤，让他抽电子水烟笔，还无所顾忌的和辛巴谈论夫妻生活，完全不管后面还坐着孩子们。倒也不是真的没管，而是眼镜爸早用长曲棍球比赛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说罢，眼镜爸又扔出了米饭三明治，这可是好东西，里面富含的碳水化合物能够支持孩子们精力充沛的在赛场奔跑，这就是米饭的力量。伴随着小新最后进球得分，比赛结束，春田队再次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连续几场胜利把辛巴都给整懵了，不过他依旧没有改变对眼镜爸的看法，最多就是个懂体育的呆子话痨。辛巴知道眼镜爸是有些烦人，可他还是希望辛巴能忍耐一下，记住你这都是为了孩子。对，为了孩子，啥都是为了孩子。还没吐槽尽兴，眼镜爸就回来了。辛巴只得把手机一扔，缩回了床上。没想到就这还是被眼镜爸给叫了起来。他想邀请辛巴去绅士俱乐部，辛巴一听吓坏了，这明显不是什么正经地方。他告诉眼镜爸，他辛巴是个爱喝酒，不知道孩子生日从旅馆顺走吹风机的人，但唯独不是背着妻子去鬼混的人。眼镜爸有些难过，就问辛巴还是不是兄弟。此言一出，辛巴连假笑都难以维持。就在他准备坦白从未将眼镜爸当朋友时，两孩子的头像突然浮现在眼前。我今天进了3个球，我是运动健将。就连他自己也出来劝他，我也不喜欢眼镜爸，可你看孩子们多开心啊。辛巴妥协了，只得说自己很愿意和他一起玩，但刚看完了他推荐的视频还很疲惫，今天就先算了。好说歹说，总算把眼镜爸劝到了床上，可没想到这家伙睡觉要放白噪音，看来今晚对辛巴来说注定是不眠之夜了。这一趟旅程下来，辛巴已经神志不清了，脑海中全是长曲棍球、电子水烟笔、米饭三明治，就连妻子的吻都换不回他的神智，只留下句要去散散步就离开了。如今眼镜爸是春风得意，就连之前不屑一顾的妻子都为他骄傲。不过他倒不是很在意妻子的看法，他在意的只有辛巴。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助理教练。听到他这句话，眼镜爸肺都要气炸了。然而眼镜爸视若无睹，只已经沉浸在和辛巴的友谊中。遇到兄弟那天，才开始了我的人生。他歌唱着辛巴，歌唱着友谊离开了家。而在另一边，辛巴也唱起了歌，但他的歌悲伤无比，字字句句都在控诉自己，因
经迫不得已和屌丝做了朋友。那个白痴竟然以为我是他兄弟，他永远不会知道我多么鄙视他。眼镜爸的世界晴空万里，他在歌词里罗列了许许多多想和辛巴做的事，而辛巴的世界瓢泼大雨，口中吐露的是对眼镜爸深深的厌恶。这沉浸在不同世界的两个男人，终究在各自歌词的最高潮相遇了。那是眼镜爸刚唱完，希望他能听见我唱的，就听到辛巴来了句：“我只是假装喜欢的那个笨蛋名叫……”辛巴还没唱完，就看到了歌词的主人公。显然，眼镜爸也反应过来，他说的正是自己。他生气的把教练服摔辛巴身上，就离开了。春田队在眼镜爸的带领下所向披靡，很快就迎来了与首都球队的对决。然而，这么重要比赛的赛前预热，眼镜爸却没来。市长开始慌了，这场比赛要是输了，他就必须给首都市长一箱春田镇杏子。关键是春田镇就不种杏子。眼镜妈也很奇怪，因为眼镜爸离家时还开开心心唱着和辛巴的友谊歌，眼见着瞒不过去了，辛巴只得说实话，他发现了我只是为了球队才假装做他的朋友。可这也无法解释眼镜爸清空了银行账户，把所有钱都换成了$1纸币呀。如果情况是这样就不妙了，因为像眼镜爸这种人兑换那么多零钱就只会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去绅士俱乐部。在场的男士们听到这话，争先恐后表示愿意为球队出力，去俱乐部把眼镜爸给找回来。但辛巴不同意，这是辛巴捅出的篓子，就应该由他亲自去把眼镜爸给接回来。听到妻子的话，辛巴全身心都透着抗拒。然而此时孩子们也跑过来劝他，没有教练，我们没有办法参加比赛。辛巴总是没办法拒绝别人的期待，更何况妻子还给了他一吻，赐予他力量。怀着所有人的希望，辛巴出发了。通过眼镜爸的自行车，他找到了那家俱乐部。辛巴确实定力很强，对女郎们毫不动心，但这里还有其他东西能诱惑他，那就是无限续鸡腿。距离比赛开始只剩下20多分钟了，现场开始人心惶惶。海伦甚至还说就不该让辛巴去，结果就结结实实挨了辛妈一巴掌。我丈夫是个好人，他可以做到的。事实上他确实没鬼混，可被鸡腿绊住了脚。这时2位女郎来到了辛巴身后，他们在谈论一位带着米饭三明治冷却器的客人，这毫无疑问说的就是眼镜爸。听到这，辛巴才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找到眼镜爸的时候，他正在高谈阔论，没想到这家伙也不是来鬼混的，而是花钱让别人听自己讲话。看到辛巴的时候，眼镜爸愤怒难掩，尤其是听到辛巴又叫他哥们儿的时候，更是怒不可遏，还说脚边那2位女郎才是他的朋友，而他们经历的那些都是假的。听他这么说，辛巴干脆都承认了，但他接着又说，我是不喜欢你，但我尊敬你。说罢，他从怀里掏出了那件教练服。尊敬，这是拿钱也买不来的一种感情。眼镜爸站了起来，答应和辛巴前往赛场。不过在这之前，他们还需要处理15000的账单，这也简单，整个烟雾弹就行了。但即使如此，想逃出去也并不容易。俱乐部的每个出口都被堵死了，他们被彻底困住了。孩子们指望我们却让他们失望了。2人的交谈被女郎们听到了，他们也都是有孩子的人，并且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接着他们就说送2位父亲去赛场。此时在赛场上，因为眼镜爸迟迟没出现，裁判只能判定春田队弃权。然而即将吹哨的时候，直升机降临了赛场。在这最后一刻，他们终于赶来了。有了教练，孩子们自然是轻而易举赢得了胜利。在庆功宴上，辛巴主动伸手邀请眼镜爸击掌，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撞击声，2人的手腕都骨折了。更要命的是，眼镜爸又放起了那首哥们儿，辛巴都恨不得把自己捂死在床上。为了孩子们，辛巴真是付出了太多，不仅要勉强跟合不来的人做朋友，还得强颜欢笑，表明一切都是出于自愿。但是千人千面，又何必非要为难自己呢？如果实在无法共处，那还不如把话说开。若是他早些大大方方承认，或许就不会让彼此的关系陷入危局了。人生于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性格，有些关系是勉强不来的，或许看得开些，才能让彼此都好过吧。开车一时爽，找车位时满眼苍茫。好不容易看到一线希望，哪想是小型车的主场，前方路茫茫 ，SUV 还霸场，停车选位需谨慎，一不小心就入坑。偌大的停车场，老爹竟然找不到一处安身之所。好不容易找到一处空地，车都还没熄火，就被旁人告知这是首富秃顶的专用停车位。知道上一个在这里停车人怎么样了吗？你仔细看看那个减速带。老爹则表示，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况且秃顶去猎场度假了，一时半会儿也用不上。与此同时，秃顶正在享受狩猎之夜。来，先把打了镇静剂的鹌鹑放出来，它还在动，我怎么打中？一切准备就绪，秃顶瞄准开枪。
反正老爹是下定决心征用首富的车位了。反过来一想，既然停在他的车位上，那人生也可以替换一下喽。发动代步车小马达，有钱的日子我来了。基本项目体验完后，老爹决定尝试一下有钱的高级运动，动作要帅，姿势要对，卯足臂力，奋力一击。惊吓来的太突然，手已晚，九曲连环的反弹不小心触动了机关，老爹掉下陷阱，哪想陷阱工程还未完善，跌跌撞撞无可避免，九死一生也是枉然。这长达3分钟的深渊混凝土是终点站。经过一番大起大落，老爹被确诊为上肢暂时瘫痪。好在老妈有妙招，带娃看护2不误，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好好养病还需要清静，老妈料事如神，早有准备，防噪耳机已就位，专注针对家长唠叨20年，用过人都说好。老爹的问题完美解决，新小妹的烦恼正驶向一线。每天上学的小车上总会上演一场抢座位大战，情况已持续1年之久，状况每日愈下，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新小妹终于下定决心将情况向上面汇报。瘫痪的老爹闲得发慌，他突然想到白白的绷带是涂鸦的好地方，所以特别邀请小新成为涂鸦第一人。你写了什么？这是秘密。第个提示F 开头 CK 结尾，暗示如此明显，老爹大发雷霆。殊不知小新写下的是爸爸祝你好运。好奇心促使老爹想看个究竟，哪想用力过猛，滚了个4脚朝天。养病的日子实在枯燥，于是老妈为老爹准备了一套5000片的拼图。拼图不得用手吗？不，这点我考虑到了，所以我给你弄了坐标图，你说我来拼。虽然这是个打发时间的好项目，可老爹并不感兴趣。人啊，总是在失去后才会意识到那些平凡日子有多重要。另一边，新小妹将校车事件如实上报给了校长。校长以为既然新小妹如此关心此事，干脆就让新小妹来全权处理。校长，你既然让一个6岁的孩子来处理事情，我8岁。好吧，我错了。由于秃顶的机关让老爹摔成了半残，秃顶的律师和秘书不得不提醒他小心驶得万年船。因为新改的陷阱没有按照当下法规考虑到残疾人，所以属于违建项目。可我不雇佣残疾人啊！律师表示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只知道一旦老爹对他发起诉讼，事态将一发不可收拾。于是秃顶当即决定派秘书找到老爹，务必糊弄他签下免责协议。秘书即刻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速赶到老爹家。糊弄环节第1步，装出友好的样子，先获得对方的好感。糊弄环节第2步，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尝试引入签名话题。糊弄环节第3步，秘书实在糊弄不下去了，干脆讲明来意。虽然你们起诉的理由很充分，但你真的想要那些啰嗦律师围在你身边，喋喋不休一夜暴富的诡计吗？诡计一夜暴富？老爹突然大彻大悟，我怎么没有想到去告他呢？美国人不都是这样发家致富的吗？有了明确的目标，养病的日子也不再煎熬。老爹即刻着手请律师。就在他准备拨打热线电话时，秘书拿着块免责蛋糕走了过来，试图用美食诱之。哪想老爹意志非常坚定，我可是刚才吃了好几个派的人。秘书一声长叹，那就送给你们吧，只要别在公证人面前吃就行。我就是公证人，那你的公章呢？老爷子和秘书速成失败联盟组，两人决定出去走走。老妈这时却让他们帮他参考新被套的款式。老爹认为这是家庭主妇的事，不该让男人决定。哪想秘书即刻打脸老爹，给出的建议深得老妈的心。于是老妈邀请秘书留下来，和他再声讨一下缝纫样式。搭着聊样式的幌子，两人在不决然中跑偏了题。你到底看到你丈夫什么了？老妈表示此事说来话长，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己不愿意承认当初自己错了，所以她尽量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别的事上。注释墙上的十字绣全都是认命吧。与此同时，新小妹的解决抢座位纷争也进行得非常顺利。经过调查研究，将同学们组成能共处的同座，特殊人员特殊对待，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小奥，你为什么坐在后面等着安排座位呀？你是司机，自然的坐在驾驶座上。哼，换汤不换药。新座位的效果显而易见，可新小妹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她的终极目标是掌控一切，打倒老哥。同时，秘书与家庭主妇的聊天甚是愉快，她很快升级为老妈的男闺蜜。接着，老妈还即兴为她制作了一件被套装。从没有人送过礼物给我，谢谢。你是第一个给我说谢谢的人。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是一种罪过。炙热的目光宣示了对肉体的渴望，可人伦道义不允许他们即兴发挥。好在手机震动及时化解了尴尬的氛围，原来是老板的传呼。秘书即刻道别，被勾起的欲望顿时没了落脚点。好在家里还有个男人，老妈即刻扑倒了瘫痪的老爹，需求刻不容缓。一阵忘我的缠绵，老妈满意的闭上了眼。睡梦中的她还不忘呼唤那个
个小白脸。老爹恍然大悟，可细想，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他还是更在意后者。从此只有需求上的摩擦，再也不必费心讨好他。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啊！秘书回朝复命，他直言这个任务他完成不了，秃顶期的口吐纯净水，并给了秘书2个选择，要么搞到免责协议，要么就是重启他在切尔诺贝利的车间。另一边，秦小妹决定让老哥看看自己的成果，可老哥却表示外面有很多风言风语，同学们都不满意固定座位。秦小妹即刻拿出计划清单，有抱怨是因为控制范围还不太广，如果以后他能一并拿下餐厅、校队以及操场上秋千的项目，那就得另说了。谈话间，校车已赶来，秦小妹像往常那样核对座位，哪想下一秒就迎来了校车事故，所有的事情顿时失去了控制。小新赶紧向校长发出求救信号，好在不用校长出马，校车并因为撞上异物被迫停了下来。我以为我改善了情况，大鼻子安慰他，校车本该这样疯狂，因为他可是家和学校之间的一次短暂欢乐时光。老妈和秘书的约会仍在继续，这一次老妈为他织了友情牌毛衣，秘书却有些失落，因为接下来的秘密任务生死未卜，于是他留了张照片给老妈以慰相思。失去了情感的支柱，肉体的摩擦显得分外勉强。老妈将心事告诉了老爹，没了伟龙这个朋友，我觉得很孤独。谁是伟龙？就是那个秘书。第二天，老爹来到自己的律师面前，表示自愿撤诉。律师感觉他这样很不值，这可是一夜暴富的机会。可老爹心意已决，即刻找到秃顶表示和解，但他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秘书留下来。秃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你们都不为律师想一想吗？知道了，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事情圆满解决，老妈的心里大石头总算是放了下来。而给律师的交代就是重新受伤一次，这样便解除了和律师的雇佣合同，也就不会影响到律师的胜诉率了。可没想到的是，这次老爹将老妈也拖下了水。两夫妻同时瘫痪，可这也不算是坏事，毕竟他们很久没有认真的谈心了。情到深处时，爷爷端来了热汤，可由于老韩手太抖，但怕还是要伤上加伤。而新小妹经过上一次教训，发誓再也不做出头鸟了。可面对老师的提问和同学的白痴作答，以及老师的错误解释，她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人生在世，想做个糊涂人还真难啊！在老妈眼里，老爹就是当初自己那个错误的选择，可万万没想到，那个他自以为错的人，竟然为他放弃了一切。此处本想说些煽情的话，可想想总觉得说不下去，因为从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其实老爹不过是在方便自己。当他听见老妈口中迷糊喊着是另一个男人的名字时，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很庆幸。说现实一点，其实老爹最在意的不过是生理需求，如果变成一种任务，那一定是柴米油盐的味道太大，哪有什么真正的相看不厌，大多是因为成了习惯，既是结伴而行，难免有时要学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面对现实，这世上从来都不缺自欺欺人的人。日本的一间寺庙内，僧侣们正在赶制一本日本武僧清洁宝典，而在遥远的美国春田洗车行里，辛巴随手拿起了那本书。不过辛巴在一旁提醒不要在洗车行买书。正说着，看到了旁边的寿司柜，果然也没有忍住，在洗车行买寿司的人没有资格智慧在洗车行买书的人。于是辛巴把那本书买回家，而且很快看完了。在家庭会议上宣布这本书颠覆了他的人生，他要让辛普森家达到那些僧侣所谓的一尘不染的境界。辛小妹提出质疑，他还以为或者说他希望这次会议其实是关于减少他大学基建的碳排放量的。辛爸则以为是要宣布老辛普森去世的消息。你爸就在你旁边坐着呢，这样真的好吗？喂！辛妈无视家庭成员们的质疑，继续介绍这本书的理念，那就是审视自己所有的东西，他是否还能让自己感到愉悦。如果是，那就把它留下；如果不是，就感谢他的付出，然后把它扔掉。辛妈还举个例子，他拿起桌子上的杯垫，审视它，觉得已然不能让自己感到愉悦了，于是就把它扔掉了。刚刚还坐在沙发上的辛爸迅速托起抱枕冲过去，把杯垫接住，因为这杯垫上写着“我靠，老子50岁了”。辛妈告诉辛爸，他还没有50岁，自己也不喜欢脏话，而且还担心辛爸喝太多啤酒。辛爸还想再争取一下，说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毛病了，但是辛妈反驳道，他也没有什么别的价值了。杯垫被感谢完付出之后，就进了垃圾桶。会议结束后，其他家庭成员也开始对自己的东西进行断舍离。小新看着门前的车把手、望远镜和软管，问自己这些东西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吗？然后想到了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把黏糊糊的液体灌进校长先生的车里，再用望远镜观察这一幕，爽了，所以肯定都不能扔。而辛小妹和小新刚好相反，她连自己的塑料小人都拿去漫画店准备卖掉了。老板说不值钱后，甚至直接打算送给她，结果离开的时候一扭头，老板正在往塑料小人身上添价签。家里，辛妈去小新的屋里检查他的成果，发现依旧是乱糟糟的，什么东西都没扔。小新指着那些看起来奇形怪状的东西，说这些都是自己的欢乐。最后指到了墙上贴的
的一张辛小妹唯一得了 B 的成绩单，虽然只是体育成绩，也足够让她超级欢乐了。但刚好被进来的辛小妹听到了，小新还打击她说那次考试的平均分是3.99999。辛小妹崩溃的跑了。同样饱受困扰的还有辛爸，他觉得辛妈让自己扔掉了很多他喜欢的东西。辛妈说他有一样东西已经不会再给他们带来欢乐了，那就是辛爸之前捡的那只蜘蛛猪布拉伯，明明是辛爸捡的，却一直是辛妈在照顾。于是辛妈勒令辛爸必须把那只猪送人，辛爸没办法，就在网上发帖子，没想到刚发出去就有人接受了。晚上，辛爸和小新带着布拉伯在路边等待他的新主人，结果新主人看到布拉伯，先问肉质好不好。辛爸不能接受自己心爱的猪猪被吃掉，拉着布拉伯就准备搭上一辆路过的小卡车。打开车门一看，里面有个被绑着身体塞着口塞的黑人。辛爸竟然没有丝毫怀疑就跳上了车。第二天，辛爸、小新和辛小妹一起在路上遛猪，辛小妹正嘀嘀咕咕，突然看到了一位美国作家，但他已经把签名册给扔了，上面还有迪恩·凯恩，一位既是演员又是导演的作家的签名。辛小妹没办法，只能拿了张菜单去找人家签名，果然被拒绝了。而辛爸在看到小丑阿可牵着狗狗进餐厅之后，也牵着自己的布拉伯准备进去，却被厨师拦在了门口不让进。辛爸问为什么他的狗能进，我的猪就不能？厨师回答他那只狗狗是职业的治疗动物，用以平复人们的焦虑感。辛爸计上心来，打算去搞一个焦虑症诊断书，这样布拉伯就能一直跟着他了。他问辛小妹焦虑症症状都有哪些，辛小妹一听就急了，光是想到那样做造成的后果就开始出冷汗，心跳加速，喘不上气，而这是焦虑症的症状。辛爸见状给了辛小妹一个拥抱，让她平复下来。一旁的厨师感慨，现在小孩子都得了成人焦虑症。辛爸去了诊所，告诉医生自己有焦虑症状，没想到医生直接给他开了医用致幻药。辛爸不得不告诉医生自己的真实目的，气得医生把他赶了出去，无奈只能来到另一个诊所。这个医生更不靠谱，直接问辛爸要多少致幻药。辛爸告诉他自己只是想要治疗猪的配方，医生毫不在意的给他开了5片致幻药，然后又往自己嘴里倒了1颗。而家里，辛小妹的房间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只剩她自己还有萨克斯。她试着吹奏了一段萨克斯，却发现自己连对萨克斯的兴趣都失去了。她告诉辛妈，自己对萨克斯的感觉变得和他们一样了。另一边，辛爸还把布拉伯带到了自己核电站办公室，他和蜘蛛形影不离，带他去上班，去老毛子酒馆，甚至吃饭的时候也让他待在身边。辛小妹在餐桌上宣布自己要把萨克斯送给别人，辛爸对他表示理解，因为他对他的猪的感觉也是这样。一旁的小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还边说边比划，一不小心把辛爸的肉汤碰洒了。没想到辛爸竟然没有生气，毕竟这个是会让他想要勒死别人的3大戒条之一。辛爸回答他绝对不会在猪猪面前勒死一个少年。他还因为布拉伯改变对动物的看法，说着给自己和布拉伯各夹了块猪排，给猪吃猪排真有你的。到了春田核电站家庭日这一天，辛普森一家带着布拉伯去了。布拉伯非常惹人注意，还有一群手上沾满了烤肉酱的小孩子想要摸摸他，辛爸也同意了。一场灾难即将发生，不远处的狗舍，一只聪明的猎犬挖了地道，其他猎狗也一只跟着一只跑了出来，直直向布拉伯冲来，然后撕咬他。虽然被工作人员制止，但是此时的布拉伯已经遍体鳞伤了。辛爸看到这一幕，立马呼吸急促，感觉心脏都不能再跳动了。很明显，他真的得了焦虑症，并且正在发作。核电厂老板秃顶请来了医生为布拉伯治疗。秃顶怕吃官司，就跟辛爸说会把布拉伯送进疗养院，好好给他治的。家里，小新来到辛小妹的房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而辛小妹也说自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小新便开导妹妹，说自己会帮助她的。第二天，学校里，校长先生正通过广播宣布测试事宜，却被小新掐断拦截。他宣布要用辛小妹的原创曲来替掉这烂学校的公告。教室里的学生都认真听起了辛小妹演奏的曲目。辛小妹来到天台，拥抱住小新，感谢他找回了自己的快乐。小新又用广播宣布了最后一件事：从现在开始，学校放假。校长竟然也不打算管了，反正自己确实有很多差要出。另一边，布拉伯终于被治好了，但是秃顶爱上了这只猪，还要把它当做自己的伴侣。一旁的秘书先生听了之后，感觉自己要失宠了，向秃顶强调自己才是他的忠诚伴侣。秃顶回答，一个男人可以有2个忠诚伴侣，又小声说，但是只有一个才是心头最爱。他和布拉伯一起做 SPA， 一起在香香的海边骑马漫步。而这件事很快就被辛爸知道了。家里，辛小妹还在怀念她的萨克斯，虽然她找回了快乐，萨克斯也已经送给别人了。这时候，辛妈把她带到了储物柜，原来辛妈并没有扔掉，而是把那些东西放进了储物柜里。辛小妹又高兴了起来，吹着萨克斯欢快的跑了。而辛爸和小新则计划在晚上从秃顶家里偷走布拉伯。辛爸给布拉伯下了一连串指示，让他下楼。布拉伯竟然真的顺利下来了，但是一出来就有一群猎狗冲了上来。不过秘书先生出现了，他叫住了猎狗，还帮
辛巴打掩护，让他们顺利带走了布拉伯，这样他就又是秃顶唯一的忠诚伴侣了。最后辛巴用戒酒换来了让布拉伯留下的机会，辛妈欣然同意，又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断舍离想必对大部分小伙伴来说都是一件困难的事，那些承载着过往记忆的物品是否真的需要丢掉？判断物品价值是否只有让人获得愉悦感这一个标准？就像辛小妹觉得自己的所有东西都不能让人快乐，包括她曾经最爱的萨克斯。焦虑正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难道不是即便那些东西现在不能给她带来快乐，从前那些快乐呢？比如萨克斯，之后可能会拥有的那些快乐呢？比如签名本。情绪不应该只有愉悦，我们也不应该只是用能否愉悦来判断一个东西该不该被丢掉，因为你丢掉的可能不止一件物品，还包括那些你关于它的回忆。这天一早，圣诞小福星顺着散乱的衣物找到了送走孩子享受人生的辛爸和辛妈。警长迈着沉重的步伐让夫妻俩注意形象，隔壁寡了2季的内德都忍不住举报人了。此时身处阿克训练营的孩子们恍若置身地狱。6周之后，他们接回了受难的2个孩子，小新和辛小妹从车上逃了出来。一车的孩子显然神经都不太正常了。为了让俩孩子不留下心理阴影，辛妈给他们找了专业的心理医生，方便他们走出抑郁，迎接开学。当医生询问几人具体的状况如何时，小新倒是一副没事人的样子，辛小妹反而怕得不行。直到心理医生说这个病很严重，如果确诊了就要立刻休学在家，于是辛小妹立刻改口，医生，我觉得我神清气爽。但刚刚还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新却立刻开始模仿白痴行为了。医生见状对辛妈表示，小新需要重点观察。辛妈有些犹豫，她本来是打算带小新去买新校服，但小新的一通表演下来，医生劝辛妈，如果不休学，那就趁早给孩子准备寿服吧。辛妈只好放弃了买校服的念头。回到家之后，小新为了加深自己的演技，故意切开了洋葱熏眼睛，冰块泡手，伪装成严重的 PTSD。当晚，辛爸和辛妈还在琢磨玩点什么新花样。内德拿起手机准备再一次举报的时候，小新突然惊慌失措地出现在门口，见孩子一脸泪汪汪，辛妈顿时心软了，赶走了辛爸，让小新跟着自己一起睡。第二天一早，辛妈看杂志上说，孩子抑郁的状态多表现在没有食欲，双眼直愣愣地看向远方。这时小新走了过来，状态和书上说的几乎一致。辛妈果然担忧不已，没有让小新去上学了，让他留在家里看电视不说，只要小新提到阿克夏令营，辛妈几乎对他百依百顺，就连零食都让他随便吃了。当晚，小新卡在辛爸辛妈中间，辛爸问妻子要不要玩点刺激的，但辛妈的手臂被小新的脑袋压住了。于是辛爸又改口问辛妈能不能帮他的脚做个 SPA。 辛妈担心吵醒小新，于是拒绝了。辛爸气愤不已，爱做的想做的都做不了，他决定做出一个违背本性的决定，提前去上班。辛妈震惊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而辛爸早起上班后才惊奇的发现，停车场有车位了，甜甜圈管够了，咖啡甚至还是热的。辛爸甚至有时间收拾工作台。不仅如此，他竟然主动拿起自己那本从未拆封过的员工手册。时隔1000多天，他的大脑再次开始运作。当罗尼和卡尔找到他的时候都震惊了，他们对着辛爸开玩笑，试图唤醒好友的懒惰精神。然而辛爸却一心沉迷在知识的海洋中，他的举动感染了卡尔，他决定回到工作岗位，不再摸鱼。而辛爸的质变还不仅如此，他甚至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拍马屁。辛爸告诉秘书，工厂的免费杂志订阅将要结束，但是他已经取消了续订，并且用新的账户再白嫖了6个月。秘书吃惊，问辛爸怎么突然聪明了起来。辛爸说没办法，人到中年，夜生活不太幸福，只能这样了。然而秘书又何尝不是呢？小新从噩梦中惊醒，装了这么久的 PTSD 之后，他真的在梦境中看见了自己的心理阴影。小新赶紧摇醒妹妹，辛小妹让他有事第2天再说。小新守到了第2天早上，他告诉辛小妹自己做噩梦梦见了夏令营，还有一具穿着红色的救生衣的尸体。辛小妹问他还想起了什么，小新说暴风雨中侧翻的木舟。这一下辛小妹也想起来了，当时一定发生了很恐怖的事情，才让他们的大脑选择性的遗忘了这一段记忆。丽莎告诉八仔千万别说出去，不然妈妈一定不会让他去上学了。小新让他别卷了，都这么严重了，是该休假了。但是辛小妹却表示不可能，全勤战神永不请假。另一边，辛妈疲倦的起床后，发现辛
辛巴已经给他做好了早饭，并预约了妇女节的庆祝。临走前，甚至还给了老辛普森一个早安吻。当爹的差点没认出来自己的不孝儿，而辛巴的工作也越来越顺利，他甚至能替伯恩斯想出更多的赚钱办法。于是他获得了加薪的奖励。在游乐园内，小辛仗着心理阴影获得了免排队卡。辛小妹鄙视了哥哥，这都多久了？区区一个红色救生衣有什么好怕的？这时穿着救生衣的吉祥物跑过来，辛小妹惊恐地缩成一团。但因为这个原因，辛小妹也喜提了一张免排卡。而家中吃素很久的辛妈如狼似虎地找到了辛爸。今天孩子们都在游乐园，她意图和辛爸大战一场，但辛爸早已体会到戒色吧的快乐，他的事业获得了质的改变。这是他第一次拒绝辛妈，哪怕辛妈撕破他的衣服，也没能如愿以偿。没办法，为了和谐的夜生活，辛妈决定带着丈夫去看心理医生。辛妈告诉医生，她对曾经的辛爸非常的满意，但现在的辛爸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而事情的起因是孩子们从阿克夏令营回来之后，医生顿时明白了，他向两人坦白，很多完美的婚姻最后都是毁在孩子的手里。虽然医生总说这不是孩子的错，但懂的都懂，孩子不经意的表现毁掉了家长很多的温柔。于是医生提议让他们带着孩子回到营地，直面恐惧。为了家庭的和谐幸福，辛妈只好忍痛将小辛和辛小妹带回营地。等一家人进入营地后，才发现原本破旧的夏令营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奢华的成人度假村。辛妈将孩子们送到儿童托管中心，这时眼镜仔的父亲主动来邀请辛爸辛妈玩游戏，却被辛妈一口拒绝了。儿童托管中心内，老师正在教孩子们唱儿歌，谁偷走了曲饼干。俩小孩正唱得高兴，警长反手就以盗窃罪逮捕了他们。辛小妹见场面混乱了起来，带着小辛跑出了营地，准备探查真相。他们找到一栋破旧的小木屋，推开门一看，里面竟然全部都是红色救生衣，两孩子大吃一惊。这时小辛终于想起来发生什么了。在夏令营的时候，他们为了躲避晚会，于是划着木舟准备逃离夏令营。但这艘木舟之上还有第三个人，他叫查理。翻船之后，他和辛小妹都活了下来，而查理却不见踪影，河面上只剩下一件红色救生衣。这时阿可从门后出现，跟俩人打招呼。辛小妹大喊报警，并质疑夏令营出现了死者。阿可震撼，这年头问好都是把人往局子里送的吗？另一边，辛爸看着热闹度假村，他感慨不已。要是以往的他，肯定会非常的感兴趣，但现在的辛爸只想找一台复印机继续工作。辛巴将他带到河边，用美人计和温柔乡将辛巴拽出了书籍的世界。辛妈告诉他，自己还是喜欢原来的辛巴。这下好了，原本辛巴下岗再就业的大脑再次失职，优雅的小提琴也变成了激昂的升旗曲。报警后，阿克用牙齿暗示警察不要多管闲事儿，但警察在听见查理的名字后，便带着小辛他们找到了一处暗门。在那里，查理正在做按摩师傅。原来查理根本不是小孩，他是个侏儒，专门来阿克这里做卧底的。因为是成年人，所以他有能力游上岸。听到这里，小辛感动得流下眼泪。辛小妹直呼这是个奇迹，小辛居然会哭了，但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他们都从心理阴影中走了出来。而另一边，辛妈和辛爸也在敞开心怀的谈判之后，恢复成了恩爱夫妻。小孩就是家庭的累赘，能说出这种话来的人都不能算是合格的父母。理解你被熊孩子折磨的痛苦，可在让这个孩子诞生之前，做家长的就应该知道生命意味着什么。孩子不是被操控的玩具，养宠物都要花费金钱、时间和精力，更何况是你和爱人的孩子呢？你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教导这个孩子如何成为一个人，给予他爱和培养。如果没有做好投入的准备，奉劝各位慎重考虑，不管对你还是对孩子都好。至于心理阴影，辛小妹和小辛都有，只是小辛说了出来，而辛小妹将它藏在了心底，可能是出于伪装，或者又是害怕软肋被发现。别看一些人平时大大咧咧的，似乎什么都不在意，但实际上再大大咧咧的人都会对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感受到恐惧。随着科技发展，本以为人类的幸福水平会上涨，但看近几年，孩子文化才艺内卷，大人工作996，几乎要昼夜不分，抑郁症的患者越来越多。希望能有更
更多人注意到这一点。抑郁症从来不是拿去炫耀自己与众不同的标签，它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痛苦的根源。被用作实验的2只青蛙在天国相遇，谈到自己献身科学的事迹，2只青蛙禁不住看了看那个伟大的操刀人，没错，这个操刀人就是小新。献身青蛙失败的眼神，无疑是对小新最大的肯定，肯定是个傻子没错啦。对比隔壁专业的马丁，小新的表现令献身青蛙对头上的光环有些质疑。再来一记肝肠涂地，怕是需要个呼吸器。废材小新的学期成绩单发了下来，面对上面差点清一色的 F， 老妈很是着急。当前社会没文化可是要吃大亏的，于是老妈即刻开启了残酷现实模式，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你就会去挖煤。小新却表示，明明站在尖角立张牌子拿个碗就解决的事，干嘛要去费力气？想着已经逐渐进化成究极废材的儿子，老妈十分着急，寝食难安。思来想去下，老妈决定去网上看看教育案例。很快，他们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名师教育讲座，老妈二话不说直接报名。很快到了讲座日，老师在台上声情并茂讲了他的亲身育儿经历，紧接着还放出了具体列子向家长们阐明，这只老鼠找到迷宫的出口就没吃的。最后，这只老鼠死了，它死于自卑。顿时，台下一片唏嘘。老妈对此深有同感，我的梦里小新就是这样死的。紧接着，老师又展示了一个相反的例子，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自卑会降低你孩子的成功几率。对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表扬，而表扬的最好体现方式就是证书、奖状或者是奖杯。讲座非常成功，所以育儿书也卖得异常火爆。老妈顿时觉得豁然开朗，神清气爽，所以眼下之急就是给小新搞个奖状。那些年错过的关键教育期，从现在开始要通通补齐。我小时候没得过什么奖状，所以看来小新这孩子是输在了基因上。看着老爹老妈更加坚定了发奖状的决心，第二天一大早，奖杯就出现在小新身旁。想来想去，这孩子真没什么特长，睡觉倒是强项。于是老妈牌沉睡冠军奖顺势而生。小妹看不懂老妈的用意，如果奖杯不是自己努力换来的，那只能说家长们是在烧钱。家长们烧钱，钱。没想到小妹一句无力的话，竟让老爹想出了一个发家致富的好点子。奖杯批发店应运而生，你出钱，我出力，夸出成功的孩子很容易，无论何时何地，鼓励的奖杯都得发下去。有了庞大的市场需求，老爹的奖杯铺运营的十分顺畅，种类繁多，应有尽有。没有尿床奖，不大声喧哗奖，去别的房间看电视奖，只有你想不到的奖，没有我做不出来的奖。你看，我甚至能指使巴特工作了。哦，那得赶紧给他颁个奖。一向打着质量保障，老爹很惊慌，随即拿过来细细看了看。儿子，你是用泡泡糖沾的奖杯吗？对啊，黏糊糊的不好整。借口逃离事故现场，小新来到仓库背后，老爹在屋里的数落字字灼心。面对现实吧，我们的儿子就是个渣渣，他生来就是渣渣，无论他再怎么努力，况且他也永远不可能努力，因为他永远都只是个渣渣。失落的小新不知不觉走到了爷爷的疗养院前。哦，看那个乌烟的小怂包，那好像是你孙子。哦，孙子，快到爷爷怀里来。爷爷带小新来到自己的房间，随即小新将自己的渣渣事说给了爷爷听。爷爷表示，你爸就是在模仿年轻时的我，而我模仿的是我爸年轻时，他那时可是有名的揍小孩专家，向他学习揍小孩技术的人从城东排到了城西，但无论他注册多少项掐脖子专利，都没能获得他父亲的认可。看来渣渣体质是祖传了的，小新对自己更加丧失了信心。看见如此颓废的孙子，爷爷决定拿出传家宝力挺小新逆袭。这是辛普森家的传家宝，能带给你逆袭的力量。可经过奖杯事件，小新不得不怀疑爷爷用的是不是同样的原理。但在爷爷的3寸不烂之舌下，小新终于放下了戒心，郑重地接过这块神表。神物果然不一样，小新顿时感觉一团力量之火直入心房。爷爷说那叫自豪，并且爷爷还告诉他，时钟每一次滴答的声响都是代表爷爷对他的信任。与此同时，奖杯潮流仍旧风靡，可成绩最好的新小妹却拿了个最小的奖杯，对此他深表抗议。一怒之下，他将奖杯摔个稀巴烂，当众打脸老师的新小妹自然逃不过惩罚。这时保洁大叔来找他谈心，保洁大叔对于新小妹深表理解，他认为造成这种盲目跟风事态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些狗屁不通的专家。保洁大叔一语点醒梦中人，解铃还需系铃人，专家理论就该用专家来推翻。于是新小妹在网上找来了一位和自己观点相同的教育专家，并邀请他又开了一次讲座。专家牛逼的词中词讲解很快俘获了家长们的心，奖杯时代如同滚滚江水，一去不返。舆论驱使老爹奖杯铺宣告破产，哪怕是半价买1送1的折扣下，生意也很是冷清。小新即刻赶来安慰创业失败的老爹，说话间小新拿
出了爷爷给他的祖传怀表。老爹故作镇定，这块破表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那你弄个盒子在那里干嘛？这是我用来提醒自己不想要表什么的。死鸭子嘴硬的老爹就是不松口，可一言一行里无不是对怀表的渴望。小新懒得和他废话，表示自己即将去体验一把神表带的神力。哎，何以解忧，唯有火腿肠。神表的作用显而易见，当初那个渣渣星改头换面，原来渣渣和大拇指之间只差了一块祖传的怀表。成功者的路注定不平凡，直面挑战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奈何高处不胜寒，男的自信来的突然，走的也突然。小新意外弄丢了怀表，于是他找来同学大鼻帮他找。石头掉落的地方，应该就是怀表掉落的地方。你看到石头掉哪儿了吗？掉在我眼睛上了。哎，失去了神表的力量，看来渣渣体质又回来了。看来找表真是刻不容缓。小新赶紧扔下第二颗石头啊！我的另一只眼睛。另一边，由于奖杯时代已结束，老妈正在响应时代的号召。可小妹认为这些奖杯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不属于奖杯时代的产物。可无论小妹如何讲道理、拍马屁，老妈仍旧决定将奖杯革命进行到底。而丢了表的小新深感自己已经变回了渣渣。就在他焦头烂额、胸闷气慌时，爷爷来了电话：孩子，好消息！怀念杂志要发表年度家族传家宝专题，他们想让我们做封面人物，也就是你、我和老怀表。这个消息对于小新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原本想老实告诉爷爷真相，可话到嘴边，爷爷却告诉他，近来听力下降，正在做治疗。医生说心情影响疗效，最好近期不要听见什么刺激性事件。老爹的奖杯厂宣告破产，他将创业失败的根源归结于自己没有祖传怀表，所以变成渣渣也是理所当然。老爹决定将这些废铜烂铁卖掉，多少还能减少点损失。于是他来到废品回收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心心念念的怀表竟然在这个地方。你这表怎么来的？老板严重怀疑老爹是在质疑他的供货渠道，于是赶紧给他看了录像，看到鼻青脸肿大鼻，缘由就一目了然了。想要的话，20块就归你了。他才值20，这可是我家祖传的怀表，那22怎么样？你到底识不识货？回到家，老爹迫不及待要去小新面前拽一把，可准备踹门的脚却被屋里传来的呜咽声挡住了。看到因为丢了表而伤心不已的儿子，身体不由自主的变成了温柔的模样。老爹决定将表还给儿子，可伸出手的小新却犹豫了。不是我努力得来的，我不要。你说的对，我就是个渣渣。那是谁让你变成渣渣的？你是你，没错，还有那些前人。解开心结，小新欣然收下了怀表。很快到了拍照当天，拍摄工作非常顺利。看着皆大欢喜的结局，老妈不禁问起老爹，哪本教育指南告诉你这么做的？我觉得吧，有时候还得相信直觉。教育永远是为人父母的必修课，别人家的孩子悄然变成了判别标准，或者是教育指南。因材施教似乎变成了理论常识，一张张空白的纸突然有了书写标准。试卷上的 ABCD 在无形中将它们画成了369等，以至于那些后来的成长不知在何时变成了圈养，别人的成功变成了特效药，似乎只要照搬结局大都会一样。可教育从来不是雕塑，没有哪个人是固定的模样，空白的纸上应是五彩斑斓，大可不必刻意临摹，故意效仿。每隔一段时间，何老板们就会有一次联谊，这次是2场的员工打棒球比赛，所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他们打球也就讲求一个重在参与，比起打赢比赛，打服啤酒才是真爱。观众也只有寥寥几个，要么就是员工家属，要么就是闲得慌。这也难怪，谁想看一堆肥肉打球啊？就像辛巴5分钟前就打出全垒打了，结果现在还在跑第2垒，这也不能怪他，毕竟他是真的尽力了。就这么一场比赛，2位老板倒是乐在其中。闲谈之间，那位蓝老板突然问秃头有没有想过这会是最后一代核电厂工人。一听这话，秃头立刻出言反驳，说核能行业的前景一片光明，他所看的那些杂志都是这样说的。即便如此，蓝老板还是很不看好，因为他自己都不会用核能，那都是卖给穷人和搞音乐的。秃头可不这么想，他发誓要让核能在他死后依然能长期存在，不然他怎么把脑子放进会走的鲨鱼里？想到这里，他就决定去培养新一代核电工人。这些人从何而来？那当然是他的母校耶鲁。耶鲁校长见秃头来了，那是笑得喜逐颜开，毕竟像秃头这种成功的商人，那就是学校的摇钱树啊。秃头自然知道他们热心的原因，不过无妨，他本来就是过来送钱的，他想资助他们创立核电站管理学院。校长求之不得，不过不能设立核能学科，因为学校的学生都是很惜命的。核电学院一听就与暴力事件挂钩，校长建议赞助一部自
认泛性恋的电影，这完全就跟核电8竿子打不着。秃头都震惊了，这还是一群资本主义者将罪恶的金钱洗白的地方吗？是的，这个在我们的章程中。话虽如此，但核能实在太有争议了，而且学校还有坚定反对核能研究的学生，他们是学校的壁球队。要知道，所有的决定都得经过他们的同意。没想到曾经的母校已经变了模样，再也不是当初他成长的温床。秃头气坏了，决定再不会捐赠哪怕1分钱。失望之余，秃头找到了骷髅会，好在这里的一切还是没变，还用的是总统的头盖骨装酒。得知秃头白天的遭遇后，现任会长安慰他，耶鲁也在找自己的出路。这也是为什么他创立了自己的大学产品。他还雇了被常青藤大学开除的老师，这倒提醒了秃头，他或许也可以建一所自己的大学。回到核电厂后，秃头烧毁了与耶鲁有关的一切，并告诉辛巴他们，他准备创办一所大学。得知大学还有盈利性质的，秃头马上想到那些毕业生一箩筐一箩筐送钞票珠宝的样子了。既然有利可图，那还不赶紧支棱起来？秃头大学的招生广告很快就制作完成了。你还在为没考上大学而发愁吗？你还在为工作对文凭的要求而焦虑吗？那就来伯恩斯创办的燃烧大学吧。在这里，你将摆脱上述的困境，学习到真正能帮你找工作的技能。无论是想当老年护工助理，还是夜班博物馆经理，只要你想就能做到。因为燃烧大学会授予所有学生在电脑上打印出来的学位证书，所以从今天开始你的未来吧。因为在燃烧大学，你将拥有可能的一切。广告确实写得很不错，但秘书担心雇不到教员，这就不用担心了。核电厂员工就是天生的教员，从核电厂员工荣升大学教员。辛妈还给丈夫整了个大蛋糕，小新很好奇爸爸会给学生教些什么。辛爸就说给他们讲自己的工作，他准备先从原子的生命循环讲起。小原子叫做中子，当他们工作了就变成了质子，如果他们能胜任就是电子。辛小妹听到爸爸的话，海心头都耷拉了下来，一仰脖干了整杯的红酒。她满脸悲戚地对辛爸说，我对高等教育信任有加，而你是个老师，如果你把这一切当作玩笑，那我唯一的希望也要破灭了。见女儿伤心，辛爸忙说所有工资都会放到他的大学基金里，这倒是不错。现在有多少钱啦？这取决于你爷爷死后怎么处置，把我烧了就行。这是最贵的选项。不管怎么说，燃烧大学还是开张了。虽说这不过是随便找了栋大楼，不过前来求学的人还挺多的。尽管第一天就有人发现这学校不过是个给富人捞钱的地方。第一次当教授，兰尼兴致很高，还专门定制了学士帽，打算到时候把它扔向空中。可教授根本就不扔学士帽啊，事实上你都不用带着它。辛爸则是戴上了眼镜，对着书装模作样写了个公式。若不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可能大家还会觉得他真有些本事。警长带着阿卢也过来上课，看他这身打扮确实挺像个大学生。他来这主要是看看有没有毒品，要不是他职业病犯了，自己暴露身份，估计还真能钓到1-2个。尽管来听课的学生目的不一，但还是有正儿八经来学习的。一位女士就要求辛爸给他们讲讲雷的半衰期，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把辛爸问住了。他仿佛又看到了辛小妹，他说你毁了我的梦想。可即便是有女儿的刺激，他也无法去讲完全不了解的事，只得转移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所以把室内教学改为户外，才算勉强应付完了一节课。莱尼和卡尔挺能理解辛爸的感受的，让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去教大学，这不是为难人吗？晚上，辛爸躺在床上满脸惆怅，这大概就是失败的感觉吧。这时，辛小妹说她可以帮助他，她知道辛爸没有时间去学知识，但可以学着如何做个好老师。辛小妹为辛爸准备了很多部以教师为主人公的电影，以培养他的使命感。辛爸学得很专注，也很用心，尽管他记的笔记多与教师无关，但他还是觉得备受激励。在去上课的时候，辛爸已经比之前自信多了，他完全掌握了成为一名伟大教师的秘诀，那就是给予学生足够的关心。他先在老吉尔那展示了一下，果然把这家伙糊弄得一愣一愣的。首先，辛爸播放了一段视频，他借此告诉同学们要时刻当心燃烧棒。其次，要记住椅子上有3个手杆，它们分别是控制向下、向后、锁定。辛爸一边说着，一边拍起手来。在他的带动下，同学们纷纷动了起来。那骷髅会的会长看到这热闹的课堂，当即对辛爸赞许的点了点头。课后，有位同学想从班里退学，得知他想回到
原本的工作，辛巴马上劝他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没想到老师如此在意自己，他立刻保证自己每堂课都会去上。两人的谈话被秃头看到了，正和秘书讨论拥抱的价格，突然会长来到了这里，说想买下这整座学校，前提是辛巴必须包括在内。辛巴现在在学生之间很有威望，还有位女学生专门过来感谢他，说终于明白伽马射线是怎么把布鲁斯班纳变成绿巨人的了。辛巴正享受着当老师的成就感，不想秃头过来说已经把他给卖了，教师事业才刚有起色，辛巴自然不愿意。没想到的是要让他去豪宅上班，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启程吧。辛巴走的那天，学生们还为他送了行，尽管他也没教什么东西，但这师生情谊倒是挺深厚的。直升机降落在了丛林间，顺着小路一直走，辛巴发现了那栋豪宅。走进房间，会长正在整理盘子。享受了低温洞之后，会长带辛巴认识了其他人，他们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比如尼尔，天体物理学家，肯杰林斯，最强大脑总冠军，以及罗伯特麦基，编剧专家等等。会长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为了一项特别的任务，他创造了很多名为萨利的女机器人，当然还有名为萨里斯的男机器人。他希望他们能教会这些机器人，教机器人，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体验。他们马上就答应了。然而看过他们写的内容才发现，这些机器人在申请助学贷款，这就是会长的计划。他会让机器人们去上他买的大学，然后让国家给他们审批助学贷款，这样的话纳税人的钱就能流进他的口袋了。辛巴听说这话，马上决定阻止他的邪恶计划。机器人上飞机的那天，辛巴也混入其中，准备去耶鲁。临行前，罗伯特给予了他安慰与鼓励。6周后，萨利们已经完全融入了学校，辛巴也发现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无懈可击的学生。如此一来，那就只有用那个办法了。辛巴走进了无性别厕所，把身上的女装换成了头套、纸箱，并装作机器人混进了人群中。我也是机器人，我爹是个烤面包机。萨利们见这人有个机器脑袋，当场大脑就宕机了。没想到这样的人居然也和自己一样，他们就觉得机器人的身份都被侮辱了，心态崩了之后，身体也跟着崩了。眼见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会长十分难过，不过转而又安慰自己，他至少还有个健康的身体。然后他就被萨利的头给砸晕了。尼尔带新小妹观看了卫星的光环，其他教育家也给家里其他人做了知识普及。看来教育还是得回归以人为本。一家人等待着辛巴回家享用周末晚餐，但辛巴显然已经醉得不轻，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将和妻子共进晚餐的时间浪费在了老谋子的酒吧。显然这个借口和一束花已经不能弥补辛巴的失落。辛巴接过花束，这曾经美好现在却凋零的花，就好像在辛巴的敷衍下快走向末路的婚姻。辛巴被辛巴冷淡的态度吓到了。第二天和同事商讨该如何获得辛巴的原谅时，伯恩斯便带着老友奈杰尔来视察公司了。老友身边换了个年轻的情人，伯恩斯调侃他怎么从没收过这位新妻子，而老友也称伯恩斯没给介绍过他自己的年轻男友啊。史密瑟斯秘书却表示自己只是在工作，但他却当着奈杰尔展示了贴心秘书的修养。Did you swallow the cheese and not the pill? Show me. That's a good boss. 这位老友并不相信爱情，而伯恩斯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一向认为自己和记账本的金额是真爱。这时辛巴带着午餐来见丈夫，显然他对自己的婚姻还抱有希望，于是主动来找辛巴缓解，并给了辛巴一个改变的机会，而辛巴也愿意用吃胡萝卜来证明自己的决心。此时在办公室内的伯恩斯看见了监控的这一幕，并对老友表示他不懂爱情，而老友却淡然一笑，说自己可以轻松分开这对夫妻，并出资500万英镑以做赌注。当晚辛巴下班准备回家，而奈杰尔则用老板好友的身份将他拦了下来，扬言辛巴不陪酒就让他知道职场压迫的恐怖。无奈辛巴只好给辛妈发了条简讯，没料到辛妈她不懂看图说话，只看见下方邻居们和他们的丈夫的浓情蜜意，对迟迟未归的丈夫失望不已。此时酒馆的辛巴心慌意乱，他迫切的想要回家，但是奈杰尔却问他想不想换个年轻点的妻子。辛巴这辈子除了辛妈之外，只
对小学5年级时画的火柴人心动过。一想到这些，辛巴就更想见辛妈了。奈吉尔觉得自己是踢到铁板了，老谋子应和道：“毕竟辛巴只喜欢米奇这事全镇都知道，就连他都对米奇有些兴趣。”这时，辛巴跑来问老谋子说的米奇是谁。老谋子这才说这是他对马吉的爱称。果不其然，他挨了辛巴一拳头。而老友见状却来了兴趣，既然辛巴这边没有门路走，那不妨跟老谋子和辛妈安排一场浪漫的约会。老谋子十分惊喜地答应了下来。而辛巴急匆匆带着道歉气球回家时，辛妈已经失望透顶了。辛巴见道歉无果，沾床就睡，辛妈却独自垂泪哭了一整宿。第二天一早，辛妈一擦委屈的眼泪，非常冷漠地无视了辛巴，甚至在内德邀请辛巴去看球赛时，替辛巴答应了下来。等到辛巴忧愁地打算去老谋子的酒吧买醉时，却惊奇地发现老谋子的酒馆居然关门了。巴尔也愣在原地，他本想趁着清醒的时候写一写自己的小说，没想到原稿竟然丢在了酒馆内。这时老谋子开着跑车出现在辛巴眼前，他主动邀请辛巴去他新开业的酒馆。没错，这就是老友为老谋子创造的机会，几乎全镇的人都受到了邀请。那是一个上流的宴会，辛妈同样受邀前去。此时他还在和辛巴置气，然而辛巴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宴会上，伯恩斯问老友搞派对是在图什么，老友淡淡一笑，他辛辛苦苦找来这么多单身男女，不就是为了拆散这对夫妻吗？果然辛巴辛妈一出门，竟真的各自朝着别处去了。这时有女生上前跟辛巴搭讪，对方暗示辛巴只要愿意对他泼酒，今晚就是个美妙的夜晚。然而辛巴的重点却是酒里的免费樱桃。这时站在高处的老友却对伯恩斯打赌，愿意用他全身的家产作为赌注，但如果辛巴和辛妈分开了，老友则要史密瑟斯做他的秘书。本来伯恩斯还有些犹豫，没想到这时他看见辛巴将女生的头发不小心拽断后，于是他一口答应了这个赌约。秘书顿时不高兴了，没想到合同里还写了这个，他决定找一个好点的律师为自己辩护。另一边，老谋子也顺利的和辛妈聊上了，他主动邀请了辛妈去喝酒。得知辛巴今晚不会和辛妈一起，于是老谋子果断带着辛妈去找钢琴师，让对方弹奏了一曲辛妈最喜欢的《月光》。在这之前，老谋子已经为了辛妈无数次在吧台后练舞，现在的他已经能够做到上半身不动，两只脚起舞了。于是辛妈欣然地答应了老谋子跳支舞的请求。2楼上，老友忍不住问史密瑟斯是打算明天来上班还是后天来。秘书觉得这很不妙，他不想为不喜欢的人打工，于是他决定干预这件事。他先是找到辛巴，然后贡献出了自己准备送给母亲的礼物，让辛巴拿着礼物去把辛妈哄好。另一边，辛妈和老谋子的相处渐入佳境。这时老谋子却突然良心发现，觉得这很对不起辛巴，于是他赶紧找了个借口离开。辛妈惆怅呢，坐在酒桌边喝酒，她对酒保感慨，老谋子都改变了，为什么她的丈夫甚至不愿意为自己考虑？而酒保却提醒她，男人处于舒适环境的时候总是有恃无恐，因为他们爱你，便觉得你也爱他。这一类人一旦改变了态度，事情恐怕会变得更加糟糕。话音未落，辛巴拿着秘书给的礼物送给了辛妈，结果立刻就把辛妈气哭了。回到家后，看着那价格昂贵的耳环，辛妈不为所动，打开了那张写着送给80岁母亲的贺卡。辛妈更加生气了，她质问辛巴，你如果真的想祈求我的原谅，会一整晚都不和我待在一起吗？辛巴这时也生气了，说辛妈让他在18岁就脱离了单身，现在却还计较这些。这话一出口，辛巴立刻就后悔了，他马上跪地祈求辛妈的原谅。见辛妈生气的离开，辛巴一路跪着追了出去。路过孩子们的房间时，辛巴还告诉俩孩子，希望他们不会对父亲失去尊重。小新吃惊，从来没有过的东西要怎么失去？而在辛巴的祈求之路上，小新不甘示弱，勇敢抓起一把图钉，为父母的爱情增加荆棘。此时在酒店内的老谋子也十分忧虑，本来有个机会摆在他面前，但是他现在却不肯定自己想不想要这个机会了。莫非你就是曹孟德专好那一口？老谋子左思右想，觉得辛巴不该这么对辛妈的，毕竟辛妈是个很好的女人。于是老谋子下定决心，约了辛妈来酒店见面。而就在他们准备谈一谈的时候，辛巴突然出现在现场。没错，他也是老谋子叫来的。老谋子让辛巴多在意点他的妻子，毕竟这么好的女人不是哪里都有的。辛巴当然了解了，他果断对妻子道歉，并送上了一份礼物，不是什么昂贵的奢侈品或首饰，只是费心耗时制作的连环画。辛巴说辛妈就是他的梦想，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于是俩人和好如初，在酒馆中跳起小舞。而台上的老友
友也愿赌服输，将财产写成支票送给了伯恩斯。这时秘书走了过来，问老板：“你是不是又发癔症了？怎么又在自言自语？”伯恩斯一脸茫然，如果他在自言自语的话，这支票是谁给他呢？史密斯说：“那根本就不是支票，只是一张炒酸奶优惠券。”于是伯恩斯气得当场撕烂了整个支票，掉头离开。这时老友从厕所出来，见一地的碎片有些困惑，然而一切都在秘书的计划之中。他这次的撒谎就是为了报复老板，把他当赌注。听到这里，奈吉尔激动地嘬了一口秘书，表示感谢。而在那之后，老谋子回到酒馆，秘书找到了律师，改了合同，如愿以偿地重新和伯恩斯签约。一场荒诞又真实的婚姻闹剧结束了。但是这场故事中的众人都收获了想要的结果，除了伯恩斯，谁叫他没事欺骗纯洁秘书的心呢？其实很多人在处理一段关系的时候，总是会在不自觉之间忽视了对方为自己付出了什么，而总是在意自己牺牲了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家的汉堡，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28季第22集。路遇堵车，辛巴打开了跑路 App， 这软件确实不错，给他规划了一条新路线。然而接下来的指令就不太靠谱了，他指示辛巴拐进了垃圾巷，结果遇到了狗子和老吉尔正靠边翻垃圾桶。更要命的是，在这紧要关头，刹车失灵了，想要通过这逼仄的小巷，就必须撞到其中一个，撞人还是撞狗，成为了辛巴此刻的难题。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选择了撞向老吉尔。对于这场事故，保险公司的观点是，如果吉尔诉诸法庭，就能拿走辛巴的所有财产。看样子只能寄希望于吉尔不要上诉了。为博同情，辛巴立刻让孩子们摆出悲伤的姿态。全家人去看望老吉尔的时候，他正一脸兴奋地坐在床上，看他这副样子，应该没有大事化小的打算。果不其然，他现在已经将辛巴当做了自己的彩票，就等着他的赔偿改变这窝囊的人生。一想到生活充满希望，他就兴奋的手舞足蹈。我们法庭见。对于这场必胜的官司，吉尔是前所未有的轻松，毕竟他身上的伤可没有造假，才脱离生命危险也是事实。更何况他还有悲惨的遭遇，简直狠狠抓住了人们的同情心。孩子们已经开始问辛妈，爸爸是不是要坐牢了？辛妈表示倒也没那么严重，只是会拿走所有财产罢了。听到这话，兄妹俩已经能够想象之后的生活了。金小妹觉得自己会被送到别的家庭，在那里她穿着华美的裙子，被彬彬有礼的绅士接待。辛普森小姐，从现在起你要和我们住在一起。还有阿道夫·萨克斯亲自教导她学习音乐。而小新想的是以后可以随心所欲，比如她可以将自己的肾1000块钱卖掉。想到这里，兄妹俩露出了享受的神色。此时进行到了原告律师和辛巴当庭对质，你故意开车撞我的摇钱树，还想怎么狡辩？辛巴也很委屈，说自己没有办法，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就会撞到一条狗。听到此处，场上的舆论立刻倒向了辛巴。狗，他救了一只狗，他要救一只狗。辛巴的律师表示，人人都爱狗，就是他们的制胜法宝，他是对的。当人们听到小新和狗子的故事，以及小新那句现在我们都很爱这只狗，那只狗也把我们能拥有的爱都回报给了我们，简直是暖化了一众陪审员的心。看到一群人尽数倒戈，原告律师有些愤怒，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当事人是和你我一样活生生的人，当然比那些在大街上摇头摆尾的畜生重要的多。没想到人们想到街上的狗狗，反而更加怜爱了。老吉尔气急败坏，太荒谬了，我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什么愚蠢的畜生。他这话刚一出口，就遭到了人们的反对。你在说谁愚蠢？那些秀出炸弹的狗狗吗？那些救人的狗狗吗？还是这一只？骨头男说着就把平板展示给了众人，只见一只可爱的小狗狗正在被抓着弹钢琴，就连法官也站在狗狗这边，还搬出了圣经的话，狗狗的忠诚比人类所有的法律都要神圣。在这多方支持之下，辛巴被宣判无罪，抱着狗子那是又亲又抱。人们对辛巴也是前所未有的尊重，直接将这位爱狗人士当作英雄扛在肩上。而对于老吉尔这个真正的受害者，却不管不顾地踩在脚下，反复鞭尸。关于狗比人重要这件事，在新闻媒体看来是非常荒谬的。接下来要怎么样？给猫发信用卡吗？不过他们的观点并不重要，因为连教堂的课题都成了狗狗是我们坚实的壁垒。辛巴现在也成了春田镇的红人，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美国第一狗爸。对于他的
的赞誉那叫一个疯狂。现在镇民们对狗的热爱甚至影响到了市长选举，市长为了迎合他们赢得连任，决心将春田镇打造成世界爱狗之都。他这一步棋确实下得不错。当人们听到春田现在是美国最爱狗的城市，都兴奋地欢呼雀跃。很快，春田镇的大街小巷都是奔跑的狗子，这里成了货真价实的狗狗天堂。他们甚至抽起了香烟，坐上了赌桌，而且现在可以随意偷吃餐馆的食物。警察若是看到有人对狗不利，也会立即逮捕。就连理发店里也都是狗狗们在做头发。辛巴看着机器给自己烫了个狗头，瞬间气就不打一处。这天，警察们又逮捕了一个人，这人是兽医，为了救马的命而让洗牙的狗狗等待，而且还在他的诊所里发现了被关在笼子里的狗狗。警长那是痛心疾首，你竟然这样对待人类最好的朋友。得知是这个原因，兽医满脸悲切，你怎么就不理解呢？狗狗天生追随并服从人类，一旦他们意识到人类不再是主人，几千年的驯化就付之东流了，他们会恢复野性。然而现在的警长又怎么能听得进去？兽医还是被他们关了起来。家里的狗子现在也是越来越野，小新发现他竟然一晚上都没回家，这也是必然的吧，毕竟如今外面可是狗狗天堂。这时夫妻俩发现他从送信门钻了进来，辛巴使坏的用猫爪将这家伙拖了进来。瞧，猫咪拽了个什么东西进来？没过多久，这座小镇就被狗狗们占领了。他们现在越来越放肆，想做什么做什么。某天，眼镜妈发现自家的狗子在挖种的花，就想让丈夫去阻止这小家伙。没想到洒水的举动激怒了狗子，它露出獠牙，愤怒地抖动着身体。看它这样，街上的其他狗子仿佛接到了命令，肆无忌惮地开始破坏小镇的各个地方。这天，辛巴像往常一样喝完酒准备回家，却发现自己的车钥匙启动不了车子了，于是就决定步行回家。没走几步，他注意到身后跟了一群狗子，前段时间才靠他们帮自己胜诉。辛巴并没有将这群生物当成危险分子，而是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四足朋友。然而当看到围绕身边的还有3匹狼时，这货慌了，举起其中一只狗就想威慑一下狗群，不料人家冲他的手臂就是一口。等到他跑回家的时候，衣服已经是破烂不堪了。辛巴见丈夫一身狼狈，就问出什么事儿了。辛巴说狗狗都疯了，他们占领了全镇。一听这话，家里的狗子也疯了，狗粮也不吃了，直接冲出了家门。即使是这样，辛巴也还是坚信小助手是条忠诚的狗，直到爸爸他在撕扯你车座，气得辛巴那是怒吃小助手的狗粮泄愤。你还别说，这味道还真不错。现在连学校也被狗子占领了，学生们也已经不敢再来上学了。校长他们本来是派了威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谁知这家伙如今赤身裸体爬在地上行走，觉得发现了最真实的自我。人们终于不得不承认兽医的话是对的。镇民大会上，老谋子强烈谴责狗子，这些狗他们趾高气扬的游走，毫不在意地球上的其他生物，这可是人类才能做到的事。废除保护狗的法律如今是民心所向，市长也顺应民心废除了这条法律，这很好。然而可惜没人将这件事告诉狗。兽医说他们因为已经向领头狗缴械投降了，所以直到夺回人类主导权之前，都得对狗们俯首称臣，除非有谁能够勇敢站出来对付狗群。就在人们窃窃私语之时，老吉尔站了出来。我想这就得靠吉尔了，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向人们展示自己并不是镇上的败类，而是人民的英雄。不过他的这份勇敢并没有带动其他的人，没人愿意和他一起完成这伟大的壮举。还是他曾经的敌人辛巴表示应该支持老吉尔进行自我赎罪，虽然他本身并没有做错什么。此话出口，人们开始呼喊老吉尔的名字，尽管依旧无人同行，但这份支持还是传达了出来。没人注意到他们的会议已经被狗子监听了。此时在家里，小助手又没有回家，小金就想叫妹妹一起把他找回来，有爷爷拦着显然不行，于是他将温度调高了一点。果不其然，老辛普森立刻睡着了。金小妹见状也就答应一起去，不过以防万一，他们还找到了猫女同行，就由她和那些猫咪帮他们吓退疯狗。然而街上一只狗都没有，更别说小助手了。这时猫女注意到了春田狗狗公园，看样子他们大概率就在此处了。猫女并没有跟随他们前去，往后的路就只能2个小朋友独自面对了。会议迟迟不结束，辛妈就打了个电话回家，这一问爷爷吓得不轻，2个孩子已经不见了。兄妹俩蹑
蹑手蹑脚地走进公园里，一边呼喊一边寻找着自家狗子。小新还拿出狗狗玩具引小助手出现，怎料来的不是小助手，而是一群别的狗子。更不幸的是，他们还撞上了领头狗。当这只狗来到兄妹俩面前，小新才发现是老相识，这是眼镜仔1周没尿床奖励的礼物。不过他现在已经脱胎换骨了，带着狗手下将他们逼到了树上。兄妹俩看着不断往上跳的狗子，吓得瑟瑟发抖。在这紧要关头，新妈出现了，她赶退了这群威胁孩子们的狗。领头那只看他这么有气势，凶狠地叫了起来。或许在别人看来这非常凶猛，但新妈可不会害怕，上去就是一脚给他踹飞了。末了还补了一句对不起。领头狗被打败了，其他狗子全都乖乖趴在了地上。现在新妈成了新的领头狗，她对这个新身份并不排斥，因为她本身就喜欢狗狗，觉得能在他们身上看到希望在人身上看见的品质，终身的友谊，不变的忠心。狗狗是变得乖巧了，可苦了老吉尔，这家伙还等着靠着一功勋成为人民英雄呢。接着新妈就将狗狗们挨家挨户还了回去，他们现在又成为了人类最好的朋友。当然小助手也回到了兄妹俩的身边。可喜可贺的是，倒霉的老吉尔也得到了一只，就是曾经的那只领头狗。不过这狗子似乎并没有表面那样乖巧，因为它还在品尝着老吉尔什么时候会死。在这宠物盛行的今天，动物和人谁更重要，似乎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其实这两者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比性，它们的身上都背负着这各自所要履行的职能。我们人类为宠物提供栖身之所，照顾它们，是作为主人应该肩负的责任。而它们尽量收敛野性，陪伴人类，或许也算是宠物们该履行的职责。人类与动物本就是互相给予、互相陪伴、互相成就的过程。无论是人类虐待动物，还是动物压迫人类，都是不可取的。学会与宠物和谐共处，才是真正的爱狗爱猫人士。